Hello，大家好，今天我们没有什么事儿，没安排什么事儿啊，正好和大家聊聊天吧，录一期会员影片。为什么想录会员影片呢？因为突然间想到我来台湾，从我第一次来台湾到现在已经1年了，然后呢，我们今年的最后一次来台湾也即将接近尾声了，所以想和大家聊聊这1年我们觉得台湾的变化以及我自身的一些变化。先聊小我，再聊大我哈。先说说我觉得我的变化。我的确是我没有台湾，我就没有现在，就是我真的是把 YouTuber 当做一个职业来做啊。我一开始做 YouTube 真的就是纯分享，就这1年过来以后，我真的是觉得我这个 YouTube 虽然还没有赚很多钱，但是是可以做成一个工作，把它当成一个工作来做。然后我们现在的大部分精力也都放在了这个 YouTube 上面。第一次来台湾的时候才1万多粉丝，我记得是1.2万，然后呢，现在这1年以后马上就要10万了，还是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然后天天帮我拉订阅，帮我各种支持吧，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其实你不光是一个赚钱的一个事情，就是你有可能，比如说未来你到20万、30万、50万、100万的时候，你可能赚的是一个不小的收入了哈。但是呢，我觉得其实做YouTube 这个1年来，我觉得最大的一个收获就你能找到快乐。你看我们之前其实不叫做 YouTube， 其实就是一个自己把我们出去玩的东西，就像拍照片似的给记录下来，咱们给做成影片发到这个 YouTube 上放，让大家可能你想去这个地方，你可能可以看一看，就那个东西就是一个像一个分享式的一个东西，但那个东西是在自娱自乐，就是它的快乐只是建立在我们2个人自己的这个基础上。初代粉丝们的互动呢，就是真的就是网友的关系，然后现在的这个快乐点在于就是我觉得特别自豪的是，有很多朋友因为我的关系成为了朋友，然后呢，又和他们其实这些留言的这些朋友，我是有一个更深层次的互动，这个快乐就是之前你称不上是网友，就是网，但不是友，你只是一个说你一个观看者跟我一个制作者之间的一个通过网络的一个链接。进行一个对话，它只是一个点的链接，但你称不上不是一个线或者面的一个连接。对，但是你现在呢，是说你通过这个 YouTube 这个节目，你通过来台湾这1年，你是真正的把很多观众变成了朋友了。就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就是它是你用金钱收益，它是买不来的一个快乐。对，这个幸福感是买不来的。对，而恰恰因为这些观众变成了朋友，让我们每次来台湾，我们不单单是一个旅行者了。我还加上串亲戚、探朋友，就已经是加上这个了。这又说到了今天看到一个留言，就说哎呀，你的现在这个视频也变成流水账了。其实我原来的视频也是流水账，我原来在什么房车啊什么的，也是就早上起来呀，然后跟大家打个招呼啊，聊聊天，分享。那只不过我之前有一些视频可能因为刚来到台湾，然后呢急于想和大家去分享、去探讨、去学习一些东西，但是其实归根到底，我的视频的风格一直以来都是 vlog。就我们2人小团队，除非将来未来 maybe 我有一个10人团队，有人帮我拍，有人帮我写剧本，有人帮我剪辑，有人帮我来选题那时候有可能是一个风光片，就3天拍一个视频，然后去做一个很优美的风光片。我自始至终其实都是属于一个流水账式的 vlog， 只不过呢，有些话题有一些就是怎么说人文，我希望去把它放大。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流水账和我这个 vlog 还是不一样的，就是我完全是可以就早上起来就一直都是就有点像行车记录仪似的，喝杯咖啡也点，什么也点，干什么就是也拍，什么都拍，吃喝拉撒睡都拍，那个这对我们来说叫流水账。就算我们现在的这个视频，因为来的时间多了嘛，然后见的朋友多了，然后认识的人多了以后，他可能没有那么像我刚来的时候那么的激动人心，但是我们每一个视频都会保证它有一个点，有一个话题，有一个主题，这是和一个就是平铺直叙的一个流水账，就是完全没有主题的一个流水账，我觉得还是有不同的。首先你现在的播出频率就奠定你，因为你本身就是咱们就是一个小作坊嘛，对，那你的播出频率，你现在1周你要播4期
甚至5期节目，咱们现在休息2天嘛，你1天1期的时候，那你就更可怕。而且白天要拍，晚上要剪，对，然后1周更5期4期的话，你这个播出频率它就奠定你，因为你不可能一周你有那么多的素材，你来去做一个就是感觉很好的片子，品质很高的呀，对，那是你做不到的，因为那个片子就是像咱们说的，比如说一个纪录片，或者说是一个旅游风光片，那个东西是需要你可能要拍1周。对，你去它有可能一个镜头都要去拿一个专业设备去拍很长时间，但是这个以我们的更新频率，我做不到那样。对，你拍1周，可能你剪出来的一个片子，它当然好看了。对，是不是？当然视觉上是非常高级、非常美观的。你7天的内容素材，你剪出一个20分钟片子，它好看。旅游风光片，像麦岛那个叫旅游风光片，看着那个是专业的导演来拍的东西，叫旅游风光片。对，那你现在所有拍的东西，基本上是以1天为一个单位。你比如说你1天可能出2期，可能出3期，但是你1天出3期的时候，你肯定不是一个事件去出3期节目。你如果说你这1天你只干了一件事儿，你从早上逛街逛到中午，然后你把它分成3期，这个叫流水账。但你是因为你比如说我中午去吃了一个什么东西，下午我去了一个比如说故宫，或者我去了一个什么文创园区，那晚上我又吃了一个什么饭，你是干了3件事情，3个主题，你不可能把这3个主题我合在一起，那你如果把这3个主题合在一起，你就变成了一个大流水账。你现在还是每期节目它是有一个主题的，但是我觉得我承认，就是现在的节目呢，因为偏这个就是所谓的流水账，就是偏这种记录的方式多一些，是因为我们来台湾这么多次了。因为我们没有去深入，比如像说什么319乡镇，说每个乡镇去，那个是另外一回事了。比如说我们去16个原住民部落，那个是另外一个事情。那个是我们一定要做的，而且是我们很期待要做的。对，那个是台湾故事的事儿。但是现在你所做的东西还是每天的自己的生活记录。那你每天自己的生活，是因为大家以前可能习惯了看说，你有些东西，比如说铜锣呀，比如说这个茶寿啊，它都是有一定的这个深度的东西。对，但其实它还是用一个流水账的方式，只是你把这个东西给升华了，提炼出来了。对，你只能说是因为你以前做的东西比一般做流水账节目的人水平要高，所以大家可能习惯看你那种类型的东西了。所以现在可能看觉得，怎么好像流水账了？其实不是，其里边还是有一个主题的。但是呢，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说，你不能要求所有的，因为所有的观众水平是参差不齐的。观众有理解能力强的，有理解能力不好的。做节目有一层意思是你自己懂，但是可能看的人看不懂。我也不想让观众看我的视频，有的时候要去动脑子，就是因为你把时间花在我这里，我不是一个知识性博主，你在我的这里还要动脑子，你还要去懂这个东西。不是，我跟你讲，不是动脑子的问题，是理解能力的问题。因为每一个人站在的水平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可能站在8楼，有的人站在7楼，有的人站在5楼，有的人站在1层。每一个人看世界的角度是不一样的。每个人看一个东西，你可能站在8楼的人看你东西不需要动脑子，他一看就知道你要表达什么。但是你站在1楼的人，你让他看10遍，他也不知道你要表达什么。但我觉得 YouTube 最大的好处是因为做的人太多了，因为它有各种各样类型的节目。那我觉得每个人在看 YouTube 的时候，你就选择你适合看哪类节目，能够跟你搭在一起的这个点，能够让你看到的这个东西是你喜欢看的东西，你就看这个类型的频道。你不要求你去所有频道你都看，没有意义。然后上次还有一个朋友留言说，因为我们去了那个世界名胜1号，然后他就说不好看，说节目不好看，说那个你要去跑跳这些乡镇。你限定一个主题，你去拍东西，那个可能比如说你未来可能你要拍台湾故事，比如说我拍原住民，那我就限定原住民这个主题了，那我当然就拍这个类型的东西了，那个属于另外一回事儿。对，但是我们现在所有的拍片子的前提是我们是个旅行者，我们还是在旅行。我是来享受、来感受、来就是体验的。对，因为你还是在旅行这个基础，你旅行你就不可能说我每天就往乡村里扎。那你说，比如说像麦岛，他是一个职业，他就是一个做行脚类节目，做登山，他喜欢山，对，所以他每天就是在爬山。
那它是一个，因为他在做纪录片，他已经是一个很明确的一个类型了。对，他是个导演，他是一个专业人士做纪录片。我们的本意其实我们还是在旅行。我旅行它就是多元化，它就是丰富多彩的嘛。我今天形式就是不一样，我可以骑行，我也可以游轮，我也可以自驾游，我也可以徒步，就是我也可以在酒店楼下大厅坐着喝一杯。我们这个第9季，其实第9季我们把那个酒给它改成一个喝酒的酒。第9季，对，第9季，为什么第9季呢？我们这次其实喝酒是挺多的，但是我们为什么喝酒？因为咱俩天天喝酒肯定没意思，是不是？因为你有朋友，对，因为我在这里真的是有可以和我喝酒的朋友了，对，所以你每天其实可能大家老觉得说你每天都在喝酒，就每天都在喝酒，都喝醉了。是因为你有这么多朋友，你有朋友聚会，你就要喝酒，大家开心就要喝酒，对，所以变成了第九季，就变成了第9季了。对，我第9季为什么和第1季，差别这么大，就是因为我来这里已经不是一个陌生人了，我就台湾对我来说已经不是一个陌生的地方，我在这里的确是可以和我的好朋友喝起酒来了。我要是说第1季和第9季我拍的东西还是一样的话，我觉得那就不对了吧。所以我有个建议，就是我们到第9季，因为1、2、3、4、5、6、7、8、9为最大，到第9以后，我们不再记数字了，什么记11、12、13、14，那你就记不过来了。我们到第9季以后我们不再记数字了，这季就是桃季，吃桃的桃啊，这季就是酒季，酒季，对，就是喝酒的酒。这季是花季，花季。我们把每一季请为一个主题了。可以，就不再起就数字没有意义了嘛。如果以后比如说我们真的住在台湾了，比如说因为工作原因住在台湾了，那你就更不存在几季的问题了嘛。所以我们第9季到此为结束，我们以后没有季了，第几季了。还有一个什么事儿想跟大家聊一下，就是我很理解，因为我现在观众越来越多，大家对于富贵也越来越好奇啊，然后就有朋友留言说什么时候露脸呀，什么时候出来呀？我很理解大家想见他的这个好奇心啊，但是也有朋友说啊，你整天抛头露脸，你老公就是躲在后边，你让老婆抛头露脸，这个事儿可以好好聊聊哈。我认为老婆在外边抛头露脸是老公在家待着，然后老婆在外边打拼啊什么的这种。但是我们现在这个状况呢，是我虽然说我在镜头前面露脸，但富贵也跟着我呀，他要不给我拍，我也露不了脸啊，就没有他的支持，我们也来不了这么多次。他是其实对于我的这个YouTube 博主的这个工作是给予最大力的支持的人。很多博主都是自己拍，自己拿着架子什么，然后老公该干嘛干嘛，老公该有他的工作有他的工作，那富贵他也有他自己的工作，这也就再一次就是说到为什么我不给富贵配 Mac， 因为本身我的频道他之前能帮我拍已经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儿了，那他呢之前在我的频道里也从来都不说话，就我之前的节目大家也都看过，他也很少说话。是来了台湾以后，他变得越来越活泼，然后认识了这么多朋友，然后他也愿意去把他的感受啊，在镜头后面去和大家分享。就如果我给他配个 Mac， 当然我现在也没有 Mac， 我们现在都是一切从简，一切简单为主。因为 Vlog 嘛，就是你随手拿起来手机你就拍就行了，就没有什么那个还要 set up 你的这些东西，可能效果方面不那么好，但是对于我来说的确是我最舒服的一个拍摄方法。为什么不给他配 Mac？ 为什么不让他露脸？如果一旦给他配 Mac， 那他就要露脸，他就是我的这个博主的一部分，我就是 YouTuber 的一部分，他就是已经把他禁锢在了这个博主的这个 title 里边。就是为什么我不能露脸？因为我一旦露脸，就我给我自己上一个标签，你就是一个 YouTuber。然后呢，可能以后别人介绍，说他是 YouTuber， 他们的频道叫什么什么名字，就他已经把你划在那个类型里边了。他把你划到那个类型里边，那我就没有法再干我自己的事情了。但你那个收入，你是不是？如果说你真的我们到100万、200万、300万、1000万订阅的时候，那我觉得什么也不干，我们就专心干这个事儿，那是个团队干的事儿。那时候的收入就是值得让我们两个一起就是全力的往前冲。对，现在还不至于，现在还的确是还不至于，需要过程，需要一个过程，需要我一个进步的过程。这1年是我这个做博主这么长时间第一次觉得我是开始做博主了，开始就是可以往这方面就是努力去做了。对，就是说比如说我们
在线下见面了，因为线下见面的人都已经成为朋友了，那我是毫不忌讳的跟大家去见面的。对，但他线下的可开心了，和大家见面他非常开心啊。然后再说说我们觉得台湾的变化吧。这一年，我觉得我们还是挺有资格说说觉得台湾的变化的，因为来了台湾这么多次，其实见到的人也多了，然后看到的事儿也多了。肯定是和第一次来感觉不一样了。我的感受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咱们这次来台湾，因为咱们正好一年之前也是这个季节来的嘛。其实这个季节是台湾很好的一个时候，非常舒服旅行的季节。就是你没发现我们这次来，比如说我们去餐厅吃饭，我们去订酒店、订饭店，然后我们干的所有事情我们都没有预定，我们也不需要排队，就可以随时去吃上东西，随时去可以有位子，比如说有房间。但我们去年来的时候可不一样，去年来的时候你不觉得你好像干什么事儿都得排大队？对，你吃个饭也是得排队，你要预定，然后你要提前几天预定。你要这次你说所谓预定，我在网上一定看今天晚上所有的位子全有。我觉得现在是不是因为第一就是经济不好，或者我还有一个感觉就是在台北啊，就是我觉得台北现在比我们1年以前来的时候似乎物价是高了。似乎哈，对，就是吃饭呐，还有什么包括酒店。虽然酒店我们这次是因为我们有这个员工折扣嘛，但是它的网上订的价格是比去年贵了。不说那些小吃哈，就那什么老字号10几年不变的那种价格，就是说就整个消费我们觉得是比之前要贵了，但是人比之前要少，就是这个少，这个人不一定是旅客，就感觉本地人感觉好像也没有那么拥挤啊，没有那么多了，就不管是吃饭啊还是出去玩。我觉得可能是不是全世界经济现在都不好，就不景气，可能是。然后第二个就是，我现在再也不能自豪的说我到台湾，我随便吃，我吃什么我也不会闹肚子。我们是前9，只有这一次哈，我们不来这么多次嘛。之前我们每次回去都跟朋友说，我靠，富贵儿。台湾的美食，台湾的那个卫生，就是食品安全，简直太他妈牛逼了。因为富贵他的体质非常特殊，就是很容易窜稀，就是我做饭他都容易窜稀的人，就很奇怪，你知道吗？我有的时候给他做饭，我真的是很难受。但是他之前特别敏感，就敏感到就是很奇怪的一种。快，就是我就属于像古代。你不用拿那个银针试啊，对他就是他能快到什么？就我现在就喝这么一杯水，我喝完了，我坐5分钟，立马要不对的话，立马就是上厕所，就他能快到这种程度，他不用说等到还得等半天，等几个小时，没有5分钟最多了。拿我试就行，以后我搁古代我就是那个银针。对，然后呢？就是之前我们不是一直说，就是他从来没有窜过稀，不管是从摊儿上，还是从小吃、大餐厅、大饭店什么，还或者是反正就是路边摊，富贵一次没有窜过稀。这次我们回来，他喜提了3次，这个还挺有意思的，我觉得3次。我这3次是严重的，我把它列成次数的。但是我都没事，就是我是肯定没事，所以我觉得就大部分人吃到你同样的东西肯定也没事，就只不过你这3次挺神奇的。最厉害的一次是吃热炒，回去走到那个还没走到酒店还没上楼，他就在楼下就上厕所去了。还有一次是我们去了个老字号的饼店。然后呢，试吃的时候觉得很好吃，然后他不是喜欢吃点心嘛，买了3个点心。然后我们回家那天工作到2、3点，到2、3点以后，他就他觉得饿了，他就吃那个点心，就吃了一整块，一整块，一整个嘛。对，就是枣泥，他做的像月饼似的，枣泥蛋黄枣泥蛋黄饼。然后呢，他饿了嘛，然后就吃了。吃完就是我还以为他还在那吃呢，他突然一拍桌子就去上厕所了。我以为他还没吃完，怎么突然间就这么生气呢？因为他站起来很快，一下就冲去厕所了。然后过了没几分钟，阴着脸出来说窜稀啊，跟我说拉稀啊。然后我们就把剩下的几块把剩下买的全扔了。对，然后还有一次是什么？还有一次我觉得其实还有一次那个就不赖，因为咱们吃烤肉。自己烤的，对，自己烤就很容易烤的某些东西没烤熟啊，对这个正常，这个很正常。就咱们在咱们家吃火锅，我也有的时候也会窜稀。对，热炒首先我们没有吃生东西，
就这个肯定不是咱们自己的原因，肯定是卫生的原因。第二次就是那个饼。那个饼就是你千挑万挑，谁想到你能吃一块饼你都算行。我觉得几种情况，那个饼是最厉害的，其他的都还行。要不就枣泥，要不就这个面，对。谁能想到那个就都根本想不到的东西，最有把握的东西，结果。但我觉得其实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就是你来的次数多了，你肯定得吃到不好的东西，肯定得吃到。对你，而且你一定会，我到现在还没遇到就不友好的人哈，就是我遇到的所有的人都特别友好，但是以后就肯定会遇到，因为哪里都有就是不友好的，或者是心情不好的，或者是凶巴巴的人，肯定会，以后也会越来越多。就在我们心目中，这台湾的食品卫生这能做到这个地步，我觉得已经真的是非常厉害了。就是我只是想告诉你，我以后不能拍着胸脯牛逼的跟别人说啊，我吃什么，也还是可以的，毕竟这个比例还是很小的。就可以拍着胸脯说，我来台湾1年才穿了3次西，你应该这么说，这依旧可以拍胸脯，依旧是可以很骄傲的说。你只不过不能说，哎，我1次没穿，你只能说1年只穿了3次，这也是很厉害的一件事儿。过几天啊，再直个播，在我走之前再直个播，然后今年就收官了。我补充一句，我们改机票了，所以这礼拜不能直播，因为上个礼拜周末的时候我说这是咱们最后一个直播，你改机票了，延后了几天，对，延后了几天，好吧，那我们直播见。富贵，你想聊啥？我聊啥？我聊啥？你聊啥？台湾变化，我的感受。你是怎么了？你是有引的呀？软便不算。哎，你这话说的，你这节目不能这么说。不是。